欢迎来到早晚听书，与书同行，智慧相伴。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小而美，副标题是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90后萨希尔·拉文吉亚，他最大的成就是创办了一家类似于帮助创作者销售作品的淘宝平台。90后这么年轻，还只创办过一家公司，他能有多少赚钱经验？他写的东西能有价值吗？老实说，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读完这本书后，我发现这位作者的经历真的很有启发意义。2019年，他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打造10亿美元级企业梦想破灭后的自我反思》，当时有数百万人转发，迅速在网上传开，引发了很多共鸣。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创办那家公司的时候，目标不是年入100万、1000万这种小目标，而是瞄准10亿美元级企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独角兽企业。一开始他进展顺利，但后来现实给了他沉重打击，这个过程我们稍后会详细讲述。总之，想成为独角兽是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躺平吗？放弃吗？作者不愿意。经过一段痛苦的反思，他意识到即使成不了独角兽，也可以做一家小而美的公司，依然可以赚钱。于是他转变了经营思路，让公司起死回生。到他写这本书的2021年，公司年收入已超过1000万美元。之后，作者将他的反思写成了这本书。他认为，与其一味追求成为独角兽，不如创办一家小规模但能持续赚钱的企业，这是一种更切实、更容易实现的思路。在当下的中国，很多开拓新事业的人其实都要思考类似的问题，在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实实在在的赚钱，而不是被遥远的大梦蒙蔽了双眼。做大不等于做强，如果遇到市场不好的时候，反而会大而不强。小而美正是未来社会的一个趋势。所以，从这位90后创业者的身上，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可能不是怎么成功创业的经验，而是在这个时代如何生存的经验。接下来的音频将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说说小而美经营思路的核心，那就是赚钱能力第一。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如何发现自己的赚钱能力，并且持续拥有这种能力。好，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说一说小而美经营思路的核心，赚钱能力第一。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解释的话，那就是不要一心追求扩张，而要尽一切力量盈利。这个观点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前面说了，作者创办的公司经历了起落起的过程，先是独角兽梦碎，后来又以小而美的形象重生。这整个过程，咱们现在就来展开说说。2011年，还在上大学的作者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要给创作者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的作品可以在线上自由交易，尤其是那些数字化的产品，比如一个视频教程、一个音频课、一个软件的会员服务，甚至小到一个数字图标等等。他觉得这是一个10亿美元级企业的点子，所以他没等手里的股权兑现，就离开了拼趣团队，去追逐自己的独角兽之梦了。很快，他就设计出了一个简易的交易网站，开张营业了。他给这个网站起名叫 Gumroad。网站投入使用的第一天，访问人数就高达5万多，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开端，让作者信心更足了。那有了好的开端，下一步是什么呢？对于一头未来的独角兽来说，当然是拉风头了。于是，作者开始在硅谷里频繁穿梭，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室里开会，向风险投资人们激情讲述他的构想。后来，他成功获得了800多万美元的投资。给他投资的这些人，大多是风投圈的大佬，曾经孵化出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推特等等很多互联网巨头。他们也像作者一样，相信自己看到了一头正狂奔而来的独角兽。好，这下钱有了，那一头独角兽还需要什么呢？显然是人才。很快，作者从互联网巨头们那里挖来了几十号人，红红火火地干起来了。他感觉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能带着这群一流的人才，把这个平台推向全世界，然后名利双收，跟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谈笑风生了。可惜
这些并没有实现。一开始，公司靠着投资人的钱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些钱花光之后，就陷入了增长瓶颈。之后的9个月，他们一直在想办法筹更多的钱，但都失败了。断了风投资金的 Gumroad 就像是没了油的汽车，往前跑不动了。再后来，作者裁掉了公司大部分员工，只剩了几名核心人员。虽然 Gumroad 的网站当时还在运营，但他觉得自己彻头彻尾的失败了。他从硅谷搬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城市，打算好好想想企业重组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小城市，事情发生了转变。作者在这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听完作者的经历，都觉得一开始就想去创立一个10亿美元级企业，他肯定是疯了。难道 Gumroad 现在不够好吗？毕竟他还在持续运营，还在给很多创作者提供他们想要的服务，这不就挺好的了吗？最开始，作者没法理解他们这种看法，毕竟在硅谷，没人是这种观念，大家想的都是要么做大，要么回家。但是渐渐的，作者开始意识到，朋友说的有道理。虽然他当年一心追逐的独角兽，最后只不过是一头小矮马，但是这头小矮马却正在实现他最初的愿景。成千上万的创作者都在用 Gumroad 做小生意，他们在这里卖掉了自己的课程、电子书或者自己设计的软件，拿赚到的钱补贴生活，供养子女。越来越多的写手、程序员、手工爱好者，还有其他各类创作者都来到这个平台，一天天实现他们的梦想。慢慢的，作者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公司，而在于他自己。他当时一心想的都是那头遥不可及的独角兽，嫌弃企业没能继续扩张规模，但是他忽略了企业其实一直是盈利的，规模也跟他的目标市场很匹配。对于一些投资人来说， Gumroad 可能是一个糟糕的项目，但是对于他服务的客户来说，它却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想通了这些之后，作者决心重整旗鼓，好好发展 Gumroad。 他不再想着怎么扩张，而是把精力放在怎么给创作者们带来更多价值上。后来的收效也很显著。2020年，他们为平台上的创作者创造了 1.4 亿多美元的收入，比2019年增长了 87%。 同时，平台自身的收入也超过了1000万。后来，作者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篇打造10亿美元级企业梦想破灭后的自我反思，里面讲了他这些年创业的经历、吃过的教训、思想的转变。这篇文章很快在网上蹿红，很多人表达了共鸣。从那以后，作者又接触到很多创业者，了解到了他们的故事。他也越发深刻地认识到，其实大多初创企业都不适合走独角兽那条路，不适合一开始疯狂融资扩张，追求赢家通吃，想着做成市场巨头。很多企业在创业早期不得不找风投大量融资，其实是因为他们没能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来维持企业的正常发展，最后只能陷入盲目求大的怪圈，把扩张当成了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忽视了盈利。作者认为，创业就像航海，像这样光靠着融资来发展，就像是一头扎进海水里，不停地踩水扑腾，等着救生艇来救命。这样的思路是不可持续的。那可持续的思路是什么呢？是造一艘你自己的船，而这艘船就是企业的盈利能力。换句话说，不管你的蓝图有多宏伟，首先你得赚钱，得先有盈利这艘船，它才有可能载着你去别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小而美经营思路的核心，赚钱能力第一。作者用了8年的时间，饱受波折痛苦，才领悟到这一点。好，那么说完了小而美经营思路的核心，赚钱能力第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赚钱能力，并且让自己持续拥有这种赚钱能力呢？先来说怎么找到自己的赚钱能力。从书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句话，那就是把自己活成一个解决方案。作者提醒我们，在当今世界，能让人产生强烈付费意愿的，大多都是那些能解决他们特定问题的好对策、好工具。所以，让你自己、你的产品或者你的公司成为一个特定的解决方案，是一条赚钱的快车道。怎么做到呢？
对于创业者来说，作者的建议是要融入一个细分的社群，在社群中寻找你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拿作者自己的经历来说，他为什么会产生创办 Gumroad 的想法？是因为2011年的一天晚上，他给一个项目做一个铅笔图标，花了足足4个小时。而如果能从网上直接买来一个别人设计的图标的使用权，那这4小时就能省下来了，他是乐意花这个钱的。当时他正好在一个设计师论坛里，跟很多人都很熟。他发现其实很多设计师都有类似的烦恼，因为怕侵犯版权，所以必须自己做各种小图标，费时费力，做完了也只能用一次。但是如果这些图标是能交易的，那需要图标的人能省事，供应图标的人能挣钱，两全其美。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这么一个给数字内容创作者提供的交易平台，于是这就成了他的创业灵感。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轻巧，但是如果想按这个思路来找创业灵感，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点。首先，这个社群最好不是你想创业了才去现加的，而是你平时就已经在里面的。你要想清楚自己平时到底属于哪个群体，自己线上线下的所有时间跟哪些人相处最多。比如在线下，你经常参与哪些工作坊、培训班、社交活动？在线上，你平时喜欢逛哪些论坛？有没有加入过某个网站的兴趣小组、话题讨论组？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加入一些社区？作者还特别讲到，很多在线课程也拥有跟社区一样的功能。课程学员们在评论区的互动，往往能形成一个自发的围绕着特定话题的良性社区。好，说回来，一旦你加入或者明确了适合自己的社群，就算是圈定了自己的潜在用户群体了。下面就可以开始想想这些社群成员面临哪些困难。因为你也是成员之一，跟他们是一类人，所以你可以先想想自己处在这类人的角色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困难，或者也可以刷刷社区或论坛里的评论，看看有没有人在吐槽什么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强调要从社群入手。因为如果你想着去创造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东西，那你最后很可能找到的是一个伪需求，做出一个没有人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一旦你了解了你想关注、想帮助的人群，就能更容易地看到他们的问题。找到问题，解决方案也就不远了。如果你还是觉得没有思路，作者也给出了一些指引。用经济学的视角看，人们购买产品或者服务，一般是冲着4种价值去的。一是地理位置价值，也就是你能让不容易获得的东西变得容易获得。比较初级的形式就是代购，而相对高阶的玩法是知识迁移。比如，你能把即兴喜剧剧场里的技巧变成课程，来帮助写字楼里的商业人士，这就是一种更高阶的地理位置价值。二是形式价值，也就是通过排列组合之类的形式重组，让东西更有价值。比如，你能把附近3公里的健身房动员起来，推出一个区域健身会员，这就是形式价值的一种。三是时间价值，也就是你能让慢的东西变快，说白了就是提高效率。四是所有权价值，也就是在一些交易环节比较多的生意中，你能移除中间商，降低交易成本，这也是价值。这4种价值既是寻找问题的方向，也是形成解决方案的思路。不管是创业、拓展新业务，还是发掘自身独特价值，都可以做参考。好，在找到关于解决方案的思路之后，紧接着要做的就是把它流程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这个方案怎么能帮用户解决问题，一步一步都用纸和笔写清楚，不要漏掉流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比如，你想创建一个帮创作者交易作品的网站，那就要想清楚，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创作者，想在这个平台上卖掉作品，那你怎么把作品挂上去？怎么曝光？买卖双方怎么沟通？买家怎么支付？支付完怎么评价？怎么售后？这样一步一步都写清楚，能保证你的想法是一个可落地的流程闭环，不是一个空想，没有重要疏漏。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流程去跟社群里的人聊，去搞清楚他们会不会为这么一个产品掏钱，并且根据他们的意见不断对流程做优化，直到10个人里面有1半以上都表示愿意掏钱，
那你的产品大概率就具备赚钱能力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着手做样品、试运行、做推广。而如果没多少人愿意为你的产品掏钱，那就及时刹车，不要推进了。毕竟要记住那个核心理念，赚钱能力第一。好，到这里我们说的都是怎么发现自己的赚钱能力。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把自己活成一个解决方案。而对于创业者来说，还可以把这句话进一步扩展一下，那就是社群把你引向问题，问题把你引向方案，流程化的方案就成了产品，能赚钱的产品就成了生意。好，说完了怎么发现自己的赚钱能力，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怎么让自己持续拥有这种赚钱能力。这里的关键在于牢记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利润等于收入成本。想要保持赚钱能力，就要始终让收入大于成本。在走每一步的时候，都要尽量多赚，少花。说着容易，怎么做到呢？先来说收入这边，作者建议在起步阶段不要搞免费试用，不要想着先靠这个把用户吸引来，让他们产生粘性再交钱，而要开门就收费，不管是前10个还是100个用户，都必须交钱才能用产品。这也是验证产品赚钱能力的过程，靠免费撑起来的使用量很可能有误导性，让你看不清真实的市场反馈。另外，在刚开始的阶段，不要想着把产品弄得尽善尽美了再推出。只要在你的调研中，有些人表示愿意为现在的方案付钱了，那就可以先推出一版，然后紧盯付费用户的反馈，根据他们提的建议不断迭代试错。用书里的话概括就是早早交付，经常交付。不过在往你现有的产品里添加任何新东西之前，都要先想想这个东西能不能让别人愿意为产品掏更多的钱。毕竟在小而美的经营思路里，我们的一切动作都要指向赚钱能力这个核心。说完了收入，再来说成本这边。作者的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围绕着这个观点，他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一开始可以尽量做那些成本趋于零的产品。最典型的有这么3类，一是通过数字内容出售你的知识，形式包括直播、视频课、音频课、电子书、文章合集、播客等等。现在很多社交媒体、音视频平台上的大 V 小 V 做的就是这个事。第二类是提供信息服务，比如把社群里的一些用户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更小的圈子，给这群人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收一点会员费。像健身群可能就是每天分享最新健身知识、减肥食谱、健康小贴士；投资讨论群可能就是每天分享市场情况，还有一些专家分析、券商观点等等。3是像作者一样设计一款网站或者软件，当然这个有点技术门槛，如果你自己就懂技术，那当然是不用花什么钱了，但如果需要从外面雇人来做，也还是需要花些钱的。这里再多说几句。前面我们提到了4种不同的经济价值：地理位置价值、形式价值、时间价值和所有权价值。这个可以看作我们设计解决方案的内核，而刚才提到的那些成本趋于零的产品，可以看作是解决方案的实现形态。把2者组合起来，很可能就会形成合适的产品或者业务。比如用在线小组网课的形式帮人们学会时间管理技能，就是数字内容加时间价值；还有创建一款办公小插件，把一个人工流程自动化，这就是软件加形式价值、时间价值。好，说完了产品设计期，再说推广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买流量曝光，找视频博主、播客做广告，或者在网站、报纸、杂志上投广告。但作者的建议是，在起步阶段尽量不要这样花钱去买广告，因为这也更偏向于烧钱换增长的思路。而在小而美的经营思路下，我们应该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突破点还是要回到社群。作者推荐的路径是，在产品正式推出之前，就先让自己变成社群里的活跃分子、知识达人，经常输出有价值的内容，让社群里的一些人认识你、认可你，然后跟这些人建立联系，他们会成为你的第一波种子用户。如果你的产品真的能帮他们解决问题，那么他们会自发帮你宣传，带来更多用户。与此同时，
你也要继续在社群里帮助别人，分享经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也让更多人知道你的产品。等你把自己所在的这一片社群里的潜在用户挖掘的差不多了，再考虑拓展更广的市场人群。流程跟之前差不多，依然是先找好你的目标人群，然后找到在里面有影响力的网络达人，把他们作为这群人的切入口。你可以给他们免费提供产品，或者根据粉丝量来谈宣传费用。根据作者的经验，目标人群定得越精准，往往广告花费会越少，投入收益比却会更高。说完了起步推广，再说说企业的日常运营。在这个阶段，怎么省钱呢？作者的建议是，能用软件就不用人力，比如自动化的财务软件、项目管理软件、技术维护软件、数据监测软件，这些都可以是你的帮手。甚至还有软件可以帮你完成企业需要的法律文书，帮你给新用户发邮件，收集他们的反馈。在当下，其实一个初创企业的很多基本需求都能用软件满足，而且相比于人力来说，软件的成本要低得多。如果企业发展了一段时间，必须要找人力协助了，那么能外包找自由职业者，就不招全职员工。如果招全职，那么能线上办公、咖啡厅办公，就不租固定办公室。这样除了省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给你减少牵绊，即使有一天你不想做了，也能立刻就抽身出来，退出成本很低。总之，想要持续保持赚钱能力，根本思路就是让成本始终小于收入，能省则省。可能有人会感觉，作者这个思路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其实这些也是作者在创投圈摸爬滚打了10几年之后，结合自己经历过的、看到过的，总结出的一个教训之谈。很多企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收入增长很快，钱好像来得很容易，一些创始人就不怎么珍惜这些钱。他们会觉得持续增长是件很简单的事，但是相比于初期的快速增长，后续的持续增长其实是个更大的挑战。作者见过很多倒闭的企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因为收入突然下降才倒闭的，而是因为没控制好花钱的手，比如烧钱扩张，一下子把摊子铺得太大，或者太快招人，仓储、办公空间过度开支等等。所以作者在书里反复劝说读者，在起步阶段少折腾，不要发展太快，不要搬去硅谷，不要找大办公室，不要招太多人。总之就是不求快，但求稳。不管是你赚到的还是筹到的每一分钱，都要优先用于把自己的产品改造成一个对于用户来说更好的解决方案，然后随着你用户数量还有他们的需求、付款意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增长节奏。到最后，你会拥有一份对用户真正有价值的、能赚钱、可持续的事业。虽然你可能不是那个一时风头最盛的，但很可能是那个笑得最久的。好，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总结一下，作者经过过往10几年在创投圈的摸爬滚打，深刻认识到，对于多数人来说，一心追求成为独角兽，风险太大，很可能失败，而采用小而美的经营思路更切实，也更容易实现，适用于更多想开拓新事业的人。今天我们首先讲的是小而美经营思路的核心，赚钱能力第一。展开来解释的话，就是不要一心追求扩张，而要尽一切力量盈利。怎么找到自己的赚钱能力呢？一句话，把自己活成一个解决方案。而对于创业者来说，还可以把这句话进一步扩展一下，那就是社群把你引向问题，问题把你引向方案，流程化的方案就成了产品，能赚钱的产品就成了生意。一时赚钱还不够，怎么能持续赚钱呢？关键在于牢记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利润等于收入成本。想要保持赚钱能力，就要始终让成本小于收入，发展不求快，但求稳，不求风头最盛，但求笑得最久。其实作者讲的这些内容，不仅可以是一家初创企业在市场汪洋中的生存策略，也可以是一项新业务在陌生领域的生存策略，一个职场人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生存策略。因为所谓生存，就是尽一切力气活下来。不管是在市场中还是组织里，想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就得挖掘出自己能贡献的独特价值。
找到别人需要的跟自己擅长的之间的衔接点，让自己活成一个值得让别人掏钱的解决方案。而想要生存得更久更好，就不能一开始就好高骛远急功近利，而要稳扎稳打，每一步都释放出自己的价值增量，得到确认再开展下一步。同时要学会自保，不要轻易投重注下血本，最好能让自己始终处在一个损失可控，能及时抽身的安全位置。这些都是小而美思路能给我们的启发。最后借用这本书的推荐语来作为今天的结尾，经济生态系统已经改变，旧的物种会消失，新的物种会崛起，未来的新物种很可能不是像恐龙和鲸鱼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像麻雀这样能迅速找到新的生态位的聪明物种。在过去几年市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大批的企业和个人正迎难而上，知难而上，在变化的环境中去寻找可以为我所用的新资源、新机会。他们都正在开启一场小而美的旅程。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早晚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与书相伴，智慧人生。我们下一本书再见。